我要先说一件让很多人听了心里不舒服的事。我这个老头子已经90多岁了，这辈子在商海里浮沉见过的人多到数不清。我见过白手起家终成大业的，见过中途破产黯然退场的，也见过辛苦打拼一辈子到老却两手空空需要靠微薄津贴度日的。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里，每一次让我最心痛的不是那些生来就没有机会的人，是那些明明手里有筹码，有机会让晚年过得安稳，却把钱一点一点心甘情愿地漏掉的人。尤其是许多年过半百50岁上下的朋友，你们绝对不懒，甚至大半生都非常努力地在为家庭付出。但很多人每一日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亲手送给那些专门设计来收割你们的人。我年轻的时候，父亲过世得早，家里一无所有。那个年代战火刚刚平息，街头到处都是为了吃一顿饱饭而奔波的人。我去茶楼跑堂，看尽了人情冷暖，后来又进了塑料厂做工，每天做10几个小时。我没有任何资源，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人脉，我身上带的只有一个习惯。每一次掏钱之前，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笔钱花出去，我将来会不会变得更值钱？就是这个极简单的问题，让我和很多同龄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此刻我要说一件很多有钱人心知肚明，却从来不肯在台面上说破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有9种东西是商家最希望你时时刻刻去买的。他们专门针对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心理来设计，让你花得甘心情愿，还以为自己精打细算。穷人一旦沾上停不下来，一买就是几10年。但真正懂得财富逻辑的人，这9种东西一样都不碰。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因为早就看穿了背后的真相。第一种是彩票。我先说一个真实的数字给你听。台湾公益彩券12年间卖出去的总金额高达1.2兆新台币，香港的6合彩每年销售额同样超过100亿。全世界每一个繁华的都市，彩票都是几十亿、100亿的庞大生意。你知道这个生意靠什么在撑吗？靠的是几千万人心里那个微弱的万一。头奖的中奖率通常是2200万分之一。你买一张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比连续3次被闪电击中还要难。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每周雷打不动的去排队？我曾问过很多习惯买彩票的街坊老友，他们告诉我，李先生，我不是真的相信自己会中，我只是在掏钱买下的那一刻，脑子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了，我要怎么生活？带家人去哪里威风？孙子的学费也就有着落了。那几分钟的感觉很好，真的很好。我听完沉默了一下，然后我告诉他，你买的根本不是彩票，你买的是那几分钟廉价的白日梦。一张彩票50块，一周一张，一年2600块。若是买足30年，将近8万块。8万块买了一个持续30年永远不会兑现的白日梦。每一个梦醒来，现实还是那个冷冰冰的现实，但那8万块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把这笔钱稳妥地存下来，到了退休年纪，哪怕只是用作看病的备用金，也能让人心里踏实许多。我在茶楼端茶倒水的那几年，看过太多在码头下苦力的人，把一天的工钱拿去买马买字花。也有人劝我买，说万一中了呢，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当时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那个万一永远不来，你的余生有什么计划？他答不上来。没有计划的人只能靠万一过日子，而靠万一过日子的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东西，最终把晚年的尊严都搭了进去。第二种是便宜货，这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中过招，包括我自己。买便宜货的逻辑很简单，省钱。市面上同样作用的东西，便宜的为什么不买？问题就出在同样的东西这5个字上。便宜的从来不是真的一样，便宜有便宜的理由，材料差，做工粗，耐用度低。我在塑料厂做工的时候，为了省下一点饭钱，买了一双很便宜的胶鞋，穿了3个月底膜穿了，再买一双3个月又坏了。后来我咬咬牙，花高价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结果穿了2年多，连修补都很少。
我自己静下心来算了一笔账，买便宜鞋2年花的钱，居然是那双贵鞋的2倍多。而且那2年里，我还一直在烦恼换鞋的事，遇上落雨天还要担惊受怕，怕鞋底漏水冻坏了脚。就是那一次，我学到了一个受用一生的道理：真正的节俭不是把钱花在便宜的地方，而是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锅碗瓢盆、家用电器、家具、床铺，只要是你日日都要用到的东西，便宜货的代价永远比你以为的更贵。买的那一刻你以为省了钱，但你用的每一刻都在付代价，付维修的时间，付担忧的精力，付反复购买的冤枉钱。但更深更危险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更深的问题是害怕花钱这个心态本身会像瘟疫一样传染。你越恐惧花钱，越容易去买便宜货，越买便宜货，花在修补和重购上的总钱数反而越多，然后你越觉得自己穷，越不敢花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转越紧，把你死死困在底层，出不来。你以为自己省下了钱，其实你省下的是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消耗的是你原本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心力。那些因为贪图便宜而买回来的粗劣物件，就像屋顶上的隐形漏洞，天晴时你看不见，但一到落雨，你的财富就在这些廉价的消耗中一滴一滴流失干净。生意场上是这样，过日子也是这样，不该省的钱你省了，老天爷迟早会用另一种更残酷的方式，让你连本带利的吐出来。第3种是保健品。我说这个不是想要冒犯任何人，尤其不是要指责那些真正关心自己身体的老友，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冷冰冰的商业现实。台湾的保健食品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香港的保健品市场每年增速也都超过10%，远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保健品更是几百亿的庞大生意。这般惊人的庞大市场，究竟是靠什么在底层支撑着？靠的是中老年人内心深处对健康最深的恐惧。活到我这把年纪，老朋友走了一个又一个，我太懂那种感觉。人过半百，甚至到了60、70岁，你怕老怕病，最怕的是有一天身体垮掉了，没有人照顾，怕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这些恐惧都是真实的，完全可以理解。但商业世界从来不讲感情，保健品公司最懂得如何精准地利用这些恐惧。你看看那些包装精美的广告，他们永远在告诉你，你现实的身体出了问题，正在走下坡路，而我们的产品可以帮你兜底，帮你解决。但他们从来不会写明那些宣称的神奇效果到底有多少严格的科学根据。我见过太多老人家，家里的柜子打开，保健品堆得像座小山，红的黄的胶囊数都数不清。他们每个月花在这些瓶瓶罐罐上的钱，甚至比花在正规医院里做详细医疗检查的钱还要多。我有时会问他们，吃这么多效果究竟如何？他们大都会愣一下，然后跟我说，李先生，其实我也说不准，但吃下肚子感觉比较安心。我听完只能在心里叹息。我告诉他，那你买的只是安心，根本不是健康。安心固然可以买，但你要清醒地知道你买的究竟是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大把大把地掏钱就是在投资健康，你只是在买一份感觉。而这份虚假的感觉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会让你放松对真正有效健康习惯的坚持，这才是最可惜也最荒谬的地方。真正的健康靠什么？靠数十年如一日规律的作息，靠适度且不间断的运动，靠均衡清淡的饮食，靠定期去正规医疗机构做的全面体检。做这些事大部分都不需要花什么大钱，但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克制与坚持。很多人花重金买了保健品，心里便觉得我已经照顾过自己了，转头又去熬夜乱吃，甚至因为有了保健品的安慰，连散步都懒得去走。钱花了，真正的健康没有改善，好习惯也没有养成，最后两头空。第4种是特价促销囤货，超级市场的大特卖，买3送1限时折扣。这些鲜艳的大字报，在商人的眼里叫做营销策略，但在你眼里，
他们是专门设计来触发你心底某种焦虑的机关。他们不是为了让你因为需要才去买，而是为了让你因为怕错过才去掏钱。这两种买法背后的心理完全不同，最终的结果也截然相反。回想一下，你大包小包囤回家的东西，有多少最后是在柜子里默默过期了？有多少是拆开包装后才发现自己根本用不上？又有多少是放在积灰的角落里，最后不得不在大扫除时偷偷丢掉？你去打开你家的冰箱看一看，里面有多少食材是兴冲冲买回来却一直没碰的？你买了一箱打半价的饼干，吃了一半，剩下一半放到发霉变质。你沾沾自喜，以为省下的那点钱，连丢进垃圾桶里的那一半成本都补不回来。做生意就像种树，要有耐心等它长高；过日子就像流水，要有节制才能长流。囤货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深思的隐形代价，那就是空间与心理的双重负担。你拥有的物品越多，你需要花费去管理它们的心力就越多。家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特价商品，你要费神去记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什么快过期了必须赶紧吃，下次去超市不能再买什么。这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是你自己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绝对不是你省钱省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囤货的习惯会像毒药一样，不断强化你内心的匮乏感。我认识一位早年做纺织发家的老友，身家少说也有10几亿，但他家里的地下室堆满了去超市抢来的打折册子和罐头。他跟我说，只要看到打折不买，心里就像丢了钱一样难受。你看，匮乏感和你有多少存款无关，它是扎在心里的一根刺。你越囤越觉得家里不够，下次看到商场挂出红牌子，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去抢。这个循环只要你不斩断，永远结束不了。真正聪明的消费是买你当下确实需要的，而不是买你害怕错过的。东西买够了就好，绝不需要买到心安为止。匮乏感是填不满的，除非你学会向内看，而不是向外抓。说完了内在的匮乏，接下来要谈的这两种消耗，则是为了外在的虚荣。在那些必须警惕的消费中，这是最为矛盾也最为扎心的两种。第5种是名牌仿冒品，说白了就是花真金白银去买一个假面子。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在商海里刚刚起步的生意人，极容易掉进这个陷阱。你买仿冒品，是因为你渴望那个品牌背后带来的光环，你想要那种被人高看一眼的感觉，想要那种我也用得起，我也属于那个阶层的错觉。但你掏钱买下的是假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自然也是虚无的。我戴了几10年的西铁城手表，后来换了普通的精工表，市价不过区区几百块港币。曾经有后生仔问我，李先生，你掌控着1000亿资产，为什么不戴一块百达翡丽？我笑了笑，告诉他，我不需要靠一块表来向别人证明我是谁。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外在的装点来掩饰内心的单薄。你以为带着一块高仿的名表，拎着一个假冒的名牌包，别人看了就会羡慕你。其实，在真正懂行、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眼里，往往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看穿了，嘴上什么都不会说，甚至还会顺水推舟地笑着夸赞你2句，但在心里，他们已经默默把你这个人重新评估了一次。在生意场上，信任就是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虚荣，可以在穿戴上造假，那谁敢保证他在货品上、在合同里不会造假？就因为这一件假名牌，你已经被永远剔除出了值得深交、值得合作的名单。失去一个客户，损失的只是当下的钱；失去一个人的信任，你损失的是整个未来。更糟糕的是你自己，你心里比谁都清楚那是假的。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欺骗，会慢慢侵蚀你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你对真实自我的信心。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原本的样子不够好，必须披上一层华丽的假外壳才敢出门。那个外壳补不了任何东西，只会让你失去直面真实的勇气。说到面子，我们不得不提第7种陷阱，这也是所有开销中最让人心酸的一种婚丧喜庆的面子消费。我说这些
绝不是要破坏任何人对家庭、对传统的重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太了解有多少平凡的家庭，就是因为跨不过面子这道坎，导致晚年的生活苦不堪言。根据台湾的统计数字，每对新人的结婚花费，如果不算买房，平均超过100万新台币。香港的情况更为严峻，一场体面的婚礼，连同酒席与各种安排，轻松突破200-300万港币。很多普通家庭，父母是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甚至拉下老脸向亲友借钱，也要给儿女办这场婚礼。为什么？答案永远是那一句话：亲戚邻居都在看，办得寒酸了，就是小气，就是让亲家看不起，没有面子。更有甚者，老人家过世，丧礼必须要风光大葬，法事要做足，纸扎要最豪华的。每一件事背后的逻辑都如出一辙，做给别人看。但是我要问一句非常现实的话：那些来吃你喜酒的亲友，那些来参加丧礼的宾客，他们散场走了之后，你的日子到底是谁在过？你四处借钱，办了一场无比体面的婚礼，热闹散去的那个深夜，账单依然冷冰冰地躺在你的桌面上。你花光了用来防老的积蓄，给老人家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老人家入土为安了，可你漫长的晚年还要在拮据中继续熬下去。那些来赴宴的人，他们不会帮你还1分钱的债，他们只是在那几个小时里出现，吃了一顿饭，说了几句场面上的好话，然后便各自回家，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3个月后，他们可能连你那天的酒席上到底上了什么菜都忘得一干二净。我认识一对老夫妻，为了独子的婚礼，掏空了所有的养老本，还向亲戚借了一大笔钱，想着等儿子结了婚慢慢还。结果呢，儿子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压力，父母的债一拖再拖，2位老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拮据到逢年过节，连给孙子包个红包都要东拼西凑。他们曾苦笑着跟我说，当年那场婚礼，街坊四邻都说办得好，说我们家有面子。我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轻声问：那些当初说好的人，现实还有谁记得？他们沉默了很久很久。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这2件事你一定要想清楚，究竟哪一件更重要？我要告诉你，真正爱子女，是给他们一个没有债务负担的起点，而不是一场让外人看了叫好的婚礼。最好的孝顺，也不是在长辈离世后办一场风光的丧礼，而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成为他们的负担，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的陪伴与安稳。讲完了虚荣的面壳，接下来的这2种消费，则是所有陷阱中最为隐蔽的。他们不像是暴雨狂风一下掀翻你的屋顶，他们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毫无痛觉地抽干你日后生活的底气。第6种是分期付款买消费品，这是一种被虚荣心包装的最精致、最具有欺骗性的财务陷阱，因为它让你在掏钱那一刻感受到的痛，永远比实际要付出的痛小得多。我在商界打拼这么多年，旗下也有零售与金融业务，我太清楚这些商业模式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设计初衷就是要降低你掏钱时的痛感。台湾的信用卡分期年利率一般在6%到15%之间，香港的循环信贷利率最高时甚至超过30%，而美国的信用卡平均利率更是超过20%，但几乎没有人在刷卡的时候会去冷静地计算这些利息，因为商家和银行联手，只让你看到那个看似毫无压力的月供数字。我给你算一笔极为普通的账：你买一部新款的智能手机，标价3万块，你选择了分24期，年利率12%，每个月只需要还1400块，听起来是不是很轻松？感觉自己完全负担得起，但2年下来，你实际付出的钱比原价足足多了将近4000块。这4000块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付给了银行。你以为分期是为了减轻当下的压力，但实际上分期的底层逻辑是用未来的钱买眼前的虚荣。你此刻享受了，但你日后的钱已经被现在的你挥霍掉了。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风暴来临时，你连抵御一次意外的本钱都没有。我还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香港百业萧条。我看过太多年轻人，甚至一些平时出入高级写字楼的中年白领，在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存款，只有一叠厚厚的信用卡账单和各种分期贷款。顺境的时候，他们觉得每个月还几千块不是问题，但当风暴来临，那些分期付款就成了压垮他们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常说，做人要懂得享受，但我必须提醒你，分期的习惯一旦养成，就极难戒掉。你一边还着这个月的债，一边又在橱窗里看着下一个想买的东西，然后继续分期，慢慢的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大半都在还各种分期。这根本不是在享受生活，这是在替过去的自己还债，而且还要倒贴高昂的利息。你是在提前把你晚年的安全感一笔一笔的贱卖掉。第8种是外卖和便利食品，这一种是最典型的温水煮青蛙，每一次花的钱都不多，100块200块，你感觉微不足道。但你认真算过这笔账吗？如果一个人一天叫外卖，平均消费200到300，一年365日算下来就是7万到10万块。10万块足够你们全家人出去长途旅行一次，足够你应付一次突发的家庭医疗开销，更足够你在银行里多出一笔让你晚上睡得踏实的紧急备用金。但那些钱就这样一顿一顿的被吃掉了，吃完包装盒一丢，什么都没留下，只知道到了月底看户口本，不知道钱究竟去了哪里。偶尔因为工作繁忙吃一次外卖，完全是人之常情。我说的是那种日复一日懒得动身、懒得煮饭、懒得去计划3餐的人。你花钱买的其实根本不是食物，而是那一刻不想面对现实、不想付出劳动的一份逃避。但逃避永远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的财富像漏水的沙漏，一点一点漏出去，漏得你毫无察觉，但一年算下来触目惊心。便利店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原本只是进去买一个便当，走到收银台前，顺手拿了一瓶饮料，顺手拿了一包零食，顺手又拿了一个你根本不需要的打折品，走出来的时候花了300-400块。你自己想想，上一次进便利店是不是常常带着计划外的东西走出来？我常常对后生仔说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管不住自己的钱。这不是说嘴和钱有什么直接的物理联系，而是因为这2件事的背后考验的是同一个核心能力。你有没有办法做到延迟满足？你有没有办法为了一个更稳妥的未来暂时放弃眼前的诱惑？这个能力是所有财富积累的基础。做生意也是如此，我从来不做短期内就能看到暴利的生意。我买入资产，然后耐心等待，哪怕中途有无数赚快钱的诱惑，我都不会多看一眼。忍不住的人，赚不到大钱，管不住手的人，留不住小钱，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你就算赚得再多，最终也会在各种低痛感的消费中把家底掏空。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是有底气对不需要的东西说不。第9种我特意留到最后来说，因为它最为凶险。前面讲的8种输掉的往往是日常的小钱，是水滴石穿的消耗，但这一种输掉的可能是你几十年的积蓄，是你大半辈子最重要的一笔钱，而且往往是一次性输光，连翻身的机会都不留给你。第9种叫做高息理财产品。你有没有接过这样的电话，或者看过类似的广告？我们有一个理财项目，年息8%，甚至12%，保本保息，比银行高出好几倍，名额有限。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会动摇，但我跟你说一个最基础的商业常识，银行的定存利率代表的是市场上最安全的资金价格。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可以给你比银行高3倍5倍的利息，那他承担的风险必定也是银行的3倍5倍，否则多出来的钱从哪里凭空变出来？世界上绝无免费的午餐，高息的背后一定是高危。我认识一位老部下，1973年出生，到了2匪26年刚好53岁，50出头的年纪，体力大不如前，
正是最焦虑退休生活的时候。他辛辛苦苦工作了30年，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笔养老金。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看似光鲜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声称年息12%，稳赚不赔。他也去打听了，发现身边不少人都在投，许多人平时有空还会去易经国学堂听听课，研究易经八卦，想算一算自己的财运何时到来。但他们恰恰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人心生贪念，便是最大的结束。这位部下心动了，把大部分积蓄都放了进去。仅仅2年后，那家公司暴雷倒闭，钱全部化为乌有。他坐在我面前，绝望地哭着说：“李先生，我当时就是觉得别人都在买，应该没问题。”我递给他纸巾，很残酷地告诉他：“别人都在买，不代表没有风险，只代表大家都被那点利息蒙蔽了双眼，蒙蔽了，自然就看不见脚下万丈的悬崖。”诈骗者最懂这种心理，用高息做诱饵，用很多人在买制造从众压力，最后把你的养老金一扫而空。你贪图的是那点利息，但你押上的是你整个晚年的底气和尊严。我做了一辈子生意，历经了无数次经济震荡。我常讲，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我做事的原则永远是保留足够的现金，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有能力从容应对。这绝非贪婪，这是纪律。对于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的收入渐渐固定，没有办法再靠拼命工作来弥补亏空。这个时候，防守比进攻更重要。我给你们一个最朴素的原则，把积蓄分成3份。第一份是生活费，够用3到5年，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比如银行定存，随时可以动用。第二份是医疗备用金，单独存放，绝对不能碰，专门用来应付突发的健康状况。第3份，如果还有剩余，才去考虑稳健的投资。记住，年息超过5%的，看都不要看，宁愿少赚，千万别赌。你的积蓄是你用一辈子的辛劳换回来的，不是用来冒险的，是用来让你晚年能够挺直腰板说话的。好，9种东西全部讲完了。你每买一次，其实都是在用真金白银喂养你心里的那个深洞，侥幸的洞，恐惧的洞，虚荣的洞，懒惰的洞。洞口越大，你的钱漏得越快。你并不是钱赚得不够多，你是漏得太快，而且漏得理所当然。真正的富人不是不花钱，而是每一分钱都花在让自己日后变得更值钱的地方。现实，请你做一件事，找出上个月的账单，把每一笔支出分类，看看有多少钱流向了这9种东西。看清楚，就是改变的开始。如果你真的想斩断那个恶性循环，我想请你在此时此刻做一件对你真正有意义的事，在留言区打出8个字：少买情绪，多买未来。你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打几个字而已，但我告诉你，当你敲下这句话的那一刻，是你对你自己做出的一个郑重承诺。这个承诺不是给我看的，是给你自己看的。几个月后，你再回头看看这几个字，你会明白，那一日就是你和金钱关系彻底改变的起点。我不是什么天才，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我这辈子走过的路，你们未必能完全复制，但我总结出的这些教训，每一个人都能用到。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人的品格与习惯，一旦建立，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在每一次掏钱之前，多停顿那1秒钟，就这1秒钟的思考，几十年累积下来，会让你的晚年过得截然不同。杯中茶已尽，言尽于此。愿各位日后皆能有一片安稳的天地，